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视频，我是公子沈。每次讲到中国经济，都有很多的小粉红在底下留言，就说你们一直唱衰中国，说中国经济崩溃了，可是经过了这20年一直在发展，一直没有崩溃，请问你们作何解释？其实这个问题我被问到这么多遍了啊，我过去也回答过，就是首先20年前我并没有唱衰中国，甚至10年前我都没有唱衰中国，我都看到了中国经济在不断的发展，在这个不断的跟国际接轨，引入西方的技术、资金啊各方面的经验，所以我认为中国未来还是会越来越好，这是10年前的看法。但是过去这10年才开始慢慢的发现，中国经济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啊。这是我们经过了这个分析，经过看到共产党的种种做法之后得出的结论，而并不是一味的就唱衰。所以说，过去我也是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的人之一啊，特别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但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在中国工作，慢慢才发现整个形势的变化，虽然也在进步，在某些程度上、某些领域上在进步，可是整体而言正在开倒车，正在走回头路啊。这时候才能够做出一个中国经济将会崩溃的判断。这不是说唱衰了20年，这唱衰可能也就5年左右吧。所以之前我认为中国在不断的发展，这个判断被证实是正确的。而今天我认为中国经济将会崩溃，或者正在崩溃中，这也将会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那第二就是问这个问题的人本身就其实很愚蠢了。我就举个例子，一个人得了癌症晚期的重症，然后医生说你还有3个月的寿命，结果他活了1年，超过了3个月，他不会去跑到医生面前说，哈哈，你判断错了吧？你说我会死，但是我现在死了吗？你在唱衰我，你自己打了脸。一般人不会这么说，因为他知道，医生也知道，这个人大概率再过几个月可能死神就要召唤他了。所以现在嘲笑中国崩溃论的人，就像这位癌症晚期患者一样，他其实是多活一天多赚一天，真的没什么好骄傲自豪的。而且更何况说到第3点，就是所谓的崩溃。什么叫崩溃？如何定义？如果你没有定义的话是不行的，你首先要指出这个崩溃是怎么崩溃。其实我们讲的中国经济崩溃，更多的是溃而不崩。目前的状况实际上就是中国经济在不断的溃败当中。不过呢，小粉红向来嘴硬啊，他喜欢去搬出中国官方的数据来证明中国经济蒸蒸日上。比方说，国家统计局在2023年中国 GDP 增长的数据就是有 5.2%。就算我大学时候宏观经济学的课程的成绩并不是很出色，那我也知道中国的 GDP 根本就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大家看到这些网上的很多的信息啊，其实已经能感受到了民生凋敝，人们越来越没有安全感，青年失业率都已经高到了不敢再公布的程度。中国商务部今年年初的数据，中国实际使用外资暴跌 20%， 已经是连续第8个月下降。著名经济学家许成刚教授就判断，中国2023年的 GDP 实际增长实际上也就 0% 左右，基本上处于停滞。过去我们讲中国的经济增长要靠3驾马车，分别是出口、投资和消费。消费和出口这些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了。那投资呢，主要是3大块，一个是房地产，另外一个是制造业，还有一个就是基础设施投资。而基础设施基本上是以地方债的形式，现在正在快速拖垮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现在唯一还剩下可以吹的就是制造业了。其实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靠2个东西，一个就是这个制造业，还有另外一个是土地财政，也就是房地产。而这2项背后都有一个核心因素，这个核心就是巨量的劳动力，特别是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如果没有这个人口红利，其他一切都是空谈的，这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基础条件。甚至今天很多人都在夸奖中国的外卖快递啊，在全球都是属于最方便最快捷的，其实也是依靠了廉价劳动力。但是问题是，这个基础条件今后还能够持续下去吗？我看到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罗斯高在他的一部新著《看不见的中国》当中，他就预测了，虽然廉价劳动力创造了中国模式，但同时也会造成中国模式的崩溃。那么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看看他是怎么样论述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这时候我们需要引入一个宏观经济学很常见的概念，叫做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中国其实已经长期陷入到了中等收入陷阱当中啊。那么未来
大量的问题就会逐渐暴露出来，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最终会淹没中国，导致整个中国陷入混乱。而中等收入陷阱它到底是什么呢？中国按照人均收入的话，根本在国际上排不到前列。2022年经购买力评价调整之后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列表当中，中国是排在了全球第70位，前后是白俄罗斯和墨西哥。只是中国比泰国和哥伦比亚稍微好一点，有37个国家和地区是中国的2倍多。所以在这一点上，中国不能算是高收入国家，仍然属于中等收入国家。那当然我们要承认，就是中国确实是一个从低收入国家发展上来的。这个过程，改革开放这个过程40年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从来没有人否认过。当然了，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已经跌入谷底了，你就算再怎么跌，往下跌也没有什么余地了。那为什么说中等收入是个陷阱呢？就是世界银行统计，在1960年的时候，全世界有101个国家和地区算得上是中等收入。到了2008年，过了60年，大家猜猜有多少成功的从中等收入跃进到了高收入呢？只有13个，这其中还包括亚洲的4小龙：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韩国。当然还可以再加一个日本这是在亚洲。亚洲之外，爱尔兰和西班牙算得上是比较典型的案例。基本上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的就这些，剩下的墨西哥、巴西、南非、土耳其、阿根廷等等等等，他们曾经都有自己的高光时刻，但是也没能够成功的鲤鱼跃龙门，变成高收入国家。为什么这么多的国家进入到了中等收入国家，但是却做不到再往前更进一步呢？首先我们要说，这里边呢有些成功的国家，中国你想抄也没办法抄比如说爱尔兰和西班牙的经验他们是欧洲国家，他们加入欧盟，进入到了一个统一的这个大市场的统一货币然后还能享受大量的保护政策和大量的补助，这个是得天独厚的优势。亚洲4小龙的经验呢，可能中国人比较熟悉，而中国过去这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也确实在尝试探索这条道路就是通过廉价劳动力吸引外资，打造制造业。但是这个几个小国家却能够成功，而中国这样的一个庞大的国家却很难能够跃升毕竟你不可能全中国人这几亿人都去拧螺丝，最后拧成富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罗斯高给出个答案非常简单，就4个字：人力资本。用2个字来描述，就是教育。就是在一个贫穷的经济当中，你可以想象，大多数的劳动力基本上都是从事农业劳动的比如当农民、种粮食或者是一些其他经济作物。面朝黄土背朝天，你不需要任何的这个高等教育，甚至连技术教育都不需要，识字都不需要，你有力气就可以了。如果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了，需要有建筑工人了然后呢这个有了工厂之后呢，需要去进行学徒，那么这时候你就开始要去识字了，要会一点简单的算术了。那么很多中等收入国家都是靠这种从农业到了一种低端的制造业。有一些发达的经济体，比如说像我所在的加拿大或者美国，你想找一个工作，哪怕是基础的文员那你也得会用电脑，会用办公软件，对吧？如果你想找其他的一些收入更高一点的工作，你得会写代码这等等等等。这些技术怎么来的呢？就是你要通过教育，对吧？你必须通过大学水平的教育才能够得到。那么美国、德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拥有高中和高中以上学历的劳动力的这个比例都已经超过90%了。那么一般发达国家的水平也基本在80%左右，但是低收入国家这个比例只有20%。而目前被困在中等收入陷阱当中的国家，比如说墨西哥只有35%的劳动力是有高中或者高中以上的文凭。那些少数从中等收入国家跳跃到高收入国家行列当中，比如说韩国、台湾，他们过去仍然处于中等收入的时候，比如说1980年代，他们劳动力当中所拥有这个学历的比例已经开始接近发达国家了差不多已经达到了70%左右的水平。所以这些国家有了一个非常良好教育的劳动力阶层，而人力资本达到了这种水平，所以他们有能力进行全面的转型。比如说从基本的制造业转型成为了台积电转型成了三星电子，转型成了服务业，最后转型成了高收入国家。你不可能是说全国上下基本都是初中水平跟习近平一个水平，然后你说你来搞台积电
你没有足够的人才，你没有足够的创新，你不可能有一个庞大的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力资源去充当工程师或者是做这个供应链的管理等等等等。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不是一声令下从上到下可以要求的，它是需要几十年几代人才能把整个劳动力的阶层的教育水平给提上来。就是说你临时抱佛脚不管用的啊，你提前几十年就得做这个准备啊，就要进行教育方面的投资了。那么这时候我们再看看中国的情况，其实看起来似乎中国在改革开放这期间的教育方面有非常长足的进步啊。根据中央财经大学2022年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0年全国劳动力人口当中，高中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比例是 43.1%， 而在2010年的时候还只有 28.6%， 而2000年的时候更低，只有 19%。 也就是说，这过去这10年20年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这里面有个很大的问题，刚才讲到的没有覆盖农村的问题。中国广大农村到底有多少人有机会上高中呢？答案是只有 22%。 而你中国农村的劳动力当中居然只有 22% 人有高中和高中以上的受教育程度，那你基本上就属于一个低收入国家的水平。而这个国家整个产业，包括建筑业、房地产业、制造业等等这些支柱产业，就是靠这些农民工支撑起来的，去让他们充当苦力劳力去进入血汗工厂。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就是这些农民工兄弟们靠着自己的勤劳把中国打造成今天这个样子。而且恰恰是因为中国没有可能靠这些初中学历就能实现产业转型，所以就会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你很难爬出来。而当这个时候你长期陷入到这个陷阱当中的时候，各种社会矛盾就会逐渐的一一暴露出来。而同时你的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已经开始没有了啊，你的劳动力相比越南、柬埔寨或者其他的国家已经不再廉价了。在这种情况下，高不成低不就，没有办法转型，没有办法升级，然后你又不是低收入国家，你的竞争力也下降，那当然就会造成大量的人口失业。这跟今天中国失业率不断攀升是有直接关系的。中国的工人不都是农民工啊？他们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在家种地呢？那很明显是种地根本养活不了他们，所以种地种不出下一代的前途。然后他们到城市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难道不会产生社会动荡吗？那可能有人说了，为什么你要强调农村？农村有这么重要吗？农村是隐形的中国，因为中国仍然是一个城乡二元体制的社会结构，户口制度仍然是在中国有效的实行。而中国现在有多少农村人口呢？根据官方统计，照户籍来计算的话，中国有 7.7 亿人是农村人口，等于是全国人口的 54.6%， 已经超过一半以上。而且中国还有将近3亿从农村跑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占了整个劳动力规模将近 40%。 同时他们还在中国的农村留下了4000多万留守儿童。别忘了，中国现在还有面对着一个巨大的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上海的平均收入可以是甘肃的10几倍，这个美国都望尘莫及。很多人说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这个贫富差距很大，对吧？纽约曼哈顿全世界最发达的地区和美国最穷困的西弗吉尼亚州的平均收入的比例差距也只不过只有4倍左右，这种差距远远低于所谓社会主义的中国的贫富差距。总之呢，在我们观察中国的时候呢，应该思考一下，就是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城市的问题，毕竟大城市就那么几个，北上广深代表不了全中国。你不能忽略农村人、农民工，不能把他们当作跑龙套的角色，你忽略了他们的存在，那么你看中国就是盲人摸象。所以这期节目就是在告诉大家，中国农村的问题，特别是农村的教育问题，中国农村的人口问题、劳动力问题，比我们想象的严重的多。你以为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其实广泛的存在于中国。如果中国不能解决农村的问题，特别农村教育的问题，那么中国总有一天在中等陷阱当中被逐步的拖垮，这恐怕也是中国经济未来面对的最大困境。好，这期节目跟大家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大家喜欢这节目，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订阅这个频道，还有就是加入会员收看会员专属的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